我们今天来是要了解王秉德的一些情况。我的当事人有神经性头痛病，他需要休息。我知道，公民有义务配合警方调查。王太太，我们能四处看看吗？你们有搜查令吗？没关系啊，让他们去看看呗。好，走，陈楠。这个人你认识吗？和你丈夫有没有什么恩怨？老郑，我给你发张照片啊，你把这上面所有电话号的这个基础信息全部查一遍。警察同志，我纠正一点，王秉德已经不是我当事人的丈夫了，他们半年前已经离婚，所以王秉德做的一切事情都和我当事人无关。你确定？他是今天早上离开这里，王秉德一直住在这里。是他非要赖在我当事人家里的，我们有什么办法？根据我们调查，你们离婚后，王秉德大部分现金转移到了王太太名下，海外的4套房子，也都是你和孩子的名字。警察同志，请您不要无端猜测好吗？我们盯着王秉德不是1天2天了。不要以为离了婚财产就安全，对于非法所得，即便离婚，我们一样可以处理。关于王秉德的一切，确实跟我都没有任何关系了。如果你们警方能够证明有任何非法犯罪所得，你们尽可以按照法律的程序去处理就好了呀。王太太，这把锯子没有特别的味道，应该不是凶器，可能就是用来粉碎这些手机用的。也对，警察同志，这些能说明什么？说明王秉德有很强的反侦查能力。我不明白，不就是几张手机卡和几部手机吗？这些手机卡都是非实名制的黑户卡，这是王秉德用来跟他那些同伙们联系的手机卡，他们约定好每3天联系一次。他的同伙应该也有一本一模一样的台历，他们到了约定的时间，就插卡拨号，用非智能手机进行联系，完事之后立马销毁。王太太，这儿没做过什么见不得人的事儿，你觉得至于这样吗？他如果杀了人，你们大可以抓人，但这些说明不了什么。说什么呢？你可能啊，还不知道我们为什么盯上王秉德了。我没告诉你，是因为我怕吓着你。一旦你要知道他干了些什么，
你再回想起这些年曾经跟他共同生活过，我怕你每天晚上会做噩梦。但是啊，如果你要是不配合，我也可以让你看看。你可以拿起来放大看。还有呢，你看这边好。好了，谢谢。没事吧？给你倒杯水。谢谢。他做过的那些事情，我真的不知道。但如果这个人是他杀的，我是真的也不知道。但我可以把我所知道的这些事情都告诉你们，只要再也不要让我见到这个人。你们想知道什么呀？他最有可能去哪里？给我一张纸和笔。谢谢。这几个是我们家在本市所有的这些地产的地址。你们都拿去看。其他人我暂时想不到。他确实也没有什么深交的朋友，大部分也都只是生意往来。王秉德身上有这样的印记吗？啊，好像是在他的左胳膊上。什么时候出现的？有一段时间了吧。他说在工地上穿的短袖，然后被烫伤的。在工地能被烫伤？不可能吧？他没想说，我也就没问。出现这印记之后，你们两个才办的离婚，对吗？好像是。但您是怎么知道的呀？因为他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。王秉德当初是怎么发家的？他跟我说是前妻家里边有一些势力，帮他揽了一些工程上的活，然后就发家了。后来他前妻就死了。在之前呢？之前的事儿他其实很少跟我说。他有没有跟你说过他为什么喜欢古董？他就说是个人爱好，然后对这些古玩呀、文物啊就比较有研究。他还喜欢算命，好像碰到什么事儿他都要算一算。他有没有和文物方面的人来往？这个我不清楚，应该是有吧。但因为我从来都不管这些事情，我就管带好孩子了。他当年有没有暗地里做过古董生意？没有。其实他年轻的时候做过什么，我真不知道，我也不想知道。看看这个。
他大儿子在美国，你了解他的生活吗？那是他前妻生的，就不太成器，所以送到美国。有一套房住着，平时就混着呗，我们也没管。吸毒也不管呢？这种事儿真是管不了，他们父子俩都闹掰了。他委托他大儿子买过一口青铜鼎，你知道吗？不知道啊。3天前，他大儿子在美国被杀，什么原因啊？说是入室抢劫的惯犯，但老大就是平时太作又爱炫，难免会出事。王秉德怎么处理的这件事？他在那边请了一个律师去善后。王太太，你们俩之间相差很多岁吧？那怎么了呢？性生活怎么样？回答问题。你们不觉得问这样的问题特别无理吗？来，两性关系也是犯案的动机之一啊，这没什么无理不无理的。你配合我们工作。比以前好多了。你们是警察吧？对。我爸爸干什么了？现在还不好说。那你们要怎么样才能放过妈妈？我们只是在做正式的调查，你妈妈也只是在配合我们的工作。3万，够不够？什么意思？3万块钱，我自己攒的压岁钱，全部给你。这里只有你和我，别人不会知道。你拿钱走人，我妈妈解脱，对大家都好，可以吗？你觉得呢？5万，我全部的压岁钱了，外加我们家任何一件古董，每一件都在10万块钱以上，成交吗？这个是谁教你的？你爸还是你妈？这个世界上能用钱解决的事儿都不叫事儿，对吗？那看来是你爸教的。你真觉得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事情都可以用钱解决？当然可以。我花钱请我们班第1名吃大餐，问他学习的方法，他告诉我，我就照做。现在我是我们班第1名。你爸爸在你眼里是一个什么样的人？ATM 机，很直接是吗？没什么不好说的。不过他年纪大了，很快就靠不住了。我妈妈年纪也大了，那个欧阳叔叔根本就不会娶她，最后还得靠我，我必须得撑起来这个家。所以说，咱们成交吗？你要是能告诉我你爸去哪儿了，这事儿才算完。还有啊，我必须得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事情不是都能用钱解决的。你看我这儿你就行不通。小杰，我不是让你在房子里边待着吗？在这儿干嘛呀？哦，我在这儿呼吸一下新鲜空气。警察同志，你要问我孩子事情，是不是应该先通过我啊？我们只是在聊天。取消。你刚刚说什么了？没说什么，就聊天嘛。别乱说话。不要乱说，不要乱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他的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真品。
哎，老林呢？在楼上训律师呢。他训人律师干嘛呀？有没有觉得最近有点不太对劲？压力大，火气大呗。抓周大民那天也是，他自己都搂不住自己。哎，你知道这是什么吗？这我哪懂啊？尸草是干什么用的？是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，文王演卦用的就是这个，但就是有点复杂。你有没有什么想要算的？比如说，财运、事业、爱情、婚姻。你还会这个？那你算算王卫德去哪儿了？你说他这烧的是什么？对啊。可能是这个吧。怪卦，怪卦，阳于王庭，不好有利，告自缢，不利即荣，利有攸往。这大概的意思就是有敌人要来犯，要严阵以待。变摇户为讲卦，利西南，不利东北，利见大人。这应该是他离开家前刚烧的。利西南，咱们要不要去西南方向找找？你还真信这个呀？这王秉德迷信，我觉得吧，这个很有可能会影响到他的行为逻辑。要是能靠这个破案，我们警察该失业了。怎么样啊？没有什么新发现吗？那儿是我爸之前放关东渣的地方。关东渣。你看一下是不是这个？差不多吧。你知道这个是干什么用的吗？他就是说是他之前闯江湖时候用的东西。这个是改造过的洛阳铲，是专门让盗墓贼用的。要么是你不了解王秉德，要么是你没跟我们说实话。警察同志，我们要是真的能找着他，麻烦帮我问问他，他为什么甘愿放弃这个家业，放弃我们母子，就干这样的事儿？你慢慢看吧。这个家庭挺奇怪的。这样的家庭对社会来说，简直就是灾难了。别给我来这套！你是有义务配合我们调查的，知道吗？在中国就要遵守中国的法律。哎，老李，我上楼上看过，王秉德确实有这个东西。那太好了，我们去找他。不用，大飞、小金他们去就行。好，我们去看看赵振武。
警察同志，这位是杜律师，您见过了。这位是公司的王副总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我们是市局重案队的。好的，来这边请。我们赵总是一个特别好的人，他底下的人也都特别好，他是我见过最好的老板了。哦，这位销售部的小周，母亲病重。啊，小周，我跟公司财务说了啊，先给你拆借10万块钱急用，回头再跟我讲。谢谢赵总，我无以为报。嗨，谁还没个急事儿啊？好好工作就是对公司最好的回报，啊！我一定。去忙吧。保洁赵大姐刚从农村来城里。赵总好。赵姐，那个孩子上学的事别担心了啊，我已经找好学校了，到时候直接带他去就行。太感谢了，您就是活菩萨呀！嗨，一笔写不出俩赵字儿，咱俩500年前是一家的啊。谢谢，那我忙去了。这个就是赵总的办公室，你们随便看。来，技术部门人过来。昨天晚上来过了，徐队。有什么发现吗？暂时还没有。徐队长，其实那个人我认识。你说那个凶手吗？是。我昨天太害怕了，然后我就没有跟警方沟通，不好意思。不是，你说。他叫王秉德，是做工程的，跟赵总关系很好。我们好几个楼盘的土方和绿化都是交给他做的。他们之间有什么恩怨吗？我跟财务查证过，跟他们公司的账都结得很及时。赵总为人非常厚道，很少拖欠下游企业的资金。对，这一点在行业里是有口皆碑的。那王秉德应该对你们赵总感恩戴德才对啊。那必须的。那他们私下有没有别的什么来往？他们两人都很喜欢古玩。哦，对，赵总好几个古玩都是王秉德帮着给买的。什么古玩？就都是些字画，没有别的。有没有其他方面的？哦，没有。哦，老赵，哦不，赵总他是个修行者。哦，对，吃斋、礼佛、独身，对，全公司都知道。你们赵总多大年纪？哦，47。47。独身？怎么会呢？哦，是这么回事儿，是听说哈，他大学的时候谈过一个女朋友，两人感情特别的好。后来因为有一些矛盾，这个女朋友就出国了。从那以后，他就一直是单身，没有再谈过朋友。去他家。我们想去他家看看。好啊，那孙俪，那你就带过去。好，那这边。好，陈顾问，我们走了。正当年，专一，单身，有钱，圣人啊！你可别高估男人。有这样的男人，我们徐队。哎，老林，你可别瞎说啊！我一没钱，二也不年轻了，圣人我高攀不起。啊，这里不需要我了吧？我得回考古现场。行，那我送你。啊，不用了。你们赵总平时一个人住吗？是，他家我们都没来过。赵总公私分明，私人事务从来不让我们插手。哦，你也没来过啊？没有。
你给他当了几年秘书啊4年。那他生活这一块谁管？他都是自己管自己。好浓的中药味儿。对啊，就这个药的浓度，估计那一天也没落下过。咱们去下边看看。嗯，好。你们赵总平时还喜欢健个身？是，赵总身材管理一向都很好。他还喜欢古典音乐。都是同一个人。嗯？难听死了。我过去。那个材质是不会附着味道的啊。我去2楼看看。老林，我在这儿。哎，哟，这是个什么地方？赵总的禅房。
徐队。这会不会就是那会儿回家？小黄，小黄，哎，快来，快来，快来！你把这个拿回局里对比，迅速。好。这家伙是想破茧重生啊！这跟在王彼得家长得是一模一样的。你看，没有一个手续。这团伙至少有3个人：周大爷、王秉德和这个赵正如，每个人都有这种系统。他们应该是用同一个系统打电话，在约定好的那天通完话就毁掉不要了。而且，王秉德的老婆说，王秉德左臂上也有长纹印记。他们3个人都有，肯定是同伙。王逸轩、周大明。他们是外围的成员，不是为什么在周大爷家没有找到这些东西啊？犯罪嫌疑人给拿走了，怕警方会查到嘛。他们2个内讧，可能也没想到警察会查到他们家里来。王秉德收藏了一个关东渣子放在家里边，他老婆说那是他当年闯江湖的家伙事儿，但是他离开家的时候把那个东西拿走了，并且用它杀死了赵正如。我在想，王逸轩在国外被杀，你说会不会是这个赵正如指使人干的？那是他同伙的儿子，为什么要杀他？哎呀，我现在怀疑周大爷死跟这个赵正如也有关系。雇凶，因为暴露了，周大爷抛尸被你撞见了，王逸轩买鼎也被发现了，那就只能灭口了。赵正如还想杀王秉德，结果王秉德先发制人，反杀了他。我只是在想，赵正如他怎么会参与进来呢？长生不老，这还需要理由吗？当人有了钱，有了权利，就想长久的享受这些，越老越想。到了我这个年纪，你就明白了。到你这年龄，我也不一定能明白。但你说赵正如这个人啊，你说拿他的身份地位来说啊，首先家大业大，其次他有一定的社会地位的。这个长生不老跟连环杀人碎尸案比起来，那后者的成本跟风险太高了，比王秉德跟周大爷都高。徐队，你看看这个。这一共有143个视频，基本上都是这个女人穿着这种女装情趣内衣对着赵振如跳艳舞。这后面还有一些更不堪入目的。他电脑上会有吗？上面显示时间是什么时候录制的？最早的一条是在1年前，然后最近呢是在1个月以前。查找一下5月6号的文件，看看能不能找到。找到了。我按照视频时间，从他的那个手机通话记录里面，我筛选出这个女的，姓名、住址、位置都有，我已经派人去找了。全都是他一个人的吗？全是他一个人，143条全是他。干得漂亮。哎，说，徐队，你让我拿回来的龟甲我看了一下，
和周大爷家保险箱里垫子上的压痕严丝合缝，很有可能原先就是放在这儿的。好，辛苦，回头我找顾问识别一下上面的文字，你先保管好。好的，徐队。走。把一切都淹没在梦里的这片海，我们都被困在这里徘徊着，永远无法自己离开。有些人的影子会像繁星一样闪烁，有些回忆会徘徊在我的心中，留下我迷失的探索，寻找线索，最后却无法再挣脱。我陷入了一个无尽的循环，夹在黑暗与光明之间，寻找继续下去的理由，可回忆却让我彻夜无眠。当我已狼狈不堪，望着黑暗与光明彼岸，回头看却早已灯火阑珊。我陷入一个循环，夹在黑暗与光明之间，寻找继续下去的理由，可回忆却让我彻夜